喂，上啦，上啦，白花油。咩情況啊？咩情況啊？好似停咗電喎。我頂佢個肺啊！啱個排位就停電，點收貨啊？包租婆，包租婆，點解霎時間會冇電嘅咧？電費唔使錢啊！你班蛋散，今個月個屋租又唔夠，淨識得阿支阿咗。我哋啱開局遊戲你就關電掣，咁我哋遊戲玩到一半冇電點算啊？我唔單止依家就關電掣，從聽日開始逢1、3、5就斷電，2、4、6就間歇性供電，吹咩？哇！吓？咁快就冇電？好心你趁618買嗰部電腦啦，慳埋都唔夠交電費啊！攞買補貼，有錢淨記得交租啊！咪先賣晒啲垃圾兼趕嚟出街瞓，哼！科技有温度，吐槽有风度，测评很鬼畜。这里是主观独立不用方的黑丝科技，我是丝姐绵羊。今年笔记本的国补政策延续，依然有20%的补贴，最高补贴2000元。而且笔记本也有点看头了，主要是硬件可以看到些许新面孔，不再是陈年老配方。其中 RTX 50显卡陆续上市，5070 钛提升比较大，但5070的提升不算很大。对视频创作者来说，50显卡新增对10比特42视频的编解码硬件支持，也是很有吸引力的。英特尔发布酷睿 Ultra 200H 系列处理器，虽然极限性能的提升少于预期，但能效方面表现不错。大部分情况下，轻薄本和游戏本都能从中获益。Ultra 200V 系列续航表现优秀，比较适用于在功耗较低的超薄本上。AMD 这边的命名让人眼花缭乱，排除马甲之外，Zen 5架构的新 U 集成高性能、低功耗、强核显、强 AI 等最新特性，但也有大小和延迟问题，算是稳步提升吧。锐龙9000HX 系列降低了待机状态下的功耗，延长了游戏本的续航时间。搭载 H3D 技术的 U 也搬上了笔记本端，能大幅提高网游的游戏帧数，甚至有和写媲美独显。通过 UMA 统一内存架构共享系统内存补充显存 ，CPU 本身性能也很强的 AI Max 系列处理器，反正花样很多，各有各的精彩。那么也是时候出一期618的笔记本推荐视频啦。这些笔记本或许性价比出色，或许在某个地方特别优秀，涵盖3000到15000元，是否有适合你的呢？那就一起来看看这一期的视频吧。入门价位笔记本受成本限制，处理器性能、外观质感和散热表现通常需要有所取舍。不过这个价位仍有便宜且实用的选择。原价3000多，国补后只需要2000多的荣耀 MagicBook X14 锐龙版是性价比不错的选择。这台电脑的优点是售价很便宜，但底线还在，依然给到全金属机身和高色域屏幕，外观质感还是过关的。处理器用的是锐龙 R5 7640HS 6核12线程的，性能不算很强，但也不算弱鸡，能效过得去，简单办公最适合不过了。这颗处理器的核显能玩一些低特效游戏，满足轻度娱乐需求。支持加装硬盘，在这个价位里也算得上是个优点。笔记本使用了单热管、单风扇散热，热管和风扇都比较大，单烤 CPU 有45瓦的性能释放，还可以。笔记本的电池容量有60瓦时，续航表现还不错。3000元的笔记本自然是有很多短板的，这台缺点就是单风扇散热配置导致高负载下噪音有点吵，机身左边的温度有点高，体验不如双风扇散热的轻薄本。另外，屏幕亮度只有300尼特多一点，也不适合户外作战，室内倒是没问题。总的来说 ，MagicBook X14 锐龙版价格便宜，但配置在这个价位里还不错，没有太致命的短板，适合追求实用、对性能要求不高的用户。轻薄本只要稍微加点钱，各方面的硬件就能获得不少的提升。机械革命无界 15X Pro 是终端5000元价位比较强悍的选择。无界 15X Pro 使用了金属机身，背面有2个面积比较大的出风口，和平轴出风相比，这种出风方式效率更高，不加热屏幕，用户位置噪音更低，偏性能向。
机身3面都有接口，总体数量丰富，硬盘和内存都支持加装升级，键盘支持 RGB 背光，有全高方向键，屏幕亮度有500多尼特，素质不错。无界 15X Pro 的优点是本身性能释放优秀，单烤 CPU 居然有85瓦左右的功耗，性能好于大多数的轻薄本，而且电池容量也给到了99.9瓦时，续航在轻薄本里也位列前排，属于是能动能静的类型。AMD 新处理器的和弦也能应付不太吃配置的游戏，游戏帧数比隔壁阵营高一些，下班有空消遣还是可以的。但如果你经常玩游戏，那还是老老实实上有独显的游戏本吧。笔记本的缺点是机身重量接近1.8千克，稍微有点重，适合长期驻扎在工位上使用。笔记本有了国补之后纷纷涨价，无界 15X Pro 只要5499元，5贴后只要4399，算是 AMD AI9 系列处理器里比较便宜的笔记本。加上这个配置已经是32G 加 1T 的规格，基本不用再花钱升级硬件了，性价比还可以。电脑刚上市通常有点溢价，而上代的高端笔记本降价之后，说不定比新款终端来得更香，所以思姐就推荐 Redmi Book Pro 16 2024。它除了处理器是上代的 Ultra 5 125H 之外，其他硬件配置却丝毫没有过时，放2025年依然强悍。Redmi Book Pro 16 2024搭载 3K 165赫兹 P3 广色域高刷屏，99瓦时的大电池，做工优秀的全金属机身，以及双风扇单热管的豪华散热配置。如果你只是用来办公，那么这一台来自上年的笔记本依然有不错的体验。而烤机70瓦功耗说明 Redmi Book Pro 16的散热还不错。Ultra 5 125H 本身也不差的，和弦相比上代提升了很多，续航也比上代电老虎好了一些，配合大电池续航，结果还不错。Redmi Book Pro 16 2024的性能完全能够满足办公和轻度娱乐，适合对外围配置要求较高的用户。笔记本的短板是机身比较重，内部只能加装2242规格的短硬盘，这个规格的硬盘可选择的范围少一些，通常比常规的2280硬盘贵一些。另外，这么大的机身没有数字小键盘，也有点说不过去，看需求选择吧。或许有的朋友预算有限，想要一台5000元以下能畅玩游戏的笔记本，那么思姐推荐的是机械革命蛟龙 16K， 其中 R7 7435H 加 RTX 4060配置的价格配合国补可以压低到4500元左右。R7 7435H 处理器比较少见，它采用Zen 3加架构，8核16线程，你可以把它当成6800H 去掉和弦，最高睿频降低到4.5G 赫兹的马甲。处理器性能比 i7 14650HS 低不少，如果需要用到很强的单核或者多核性能，那么这台电脑不合适。这台电脑的目标用户是低成本玩游戏。蛟龙 16K 给到了 2K 165赫兹的高刷高色域屏幕，兼顾清晰度和电竞网游的帧数。A 面居然是金属面板材质，屏幕亮度还可以。而 RTX 4060虽然入门，但好在不怎么挑食，只要是正经的电脑都能发挥出它的实力。蛟龙 16K 的短板是处理器没有和弦，英伟达独显待机再省电也比不过和弦，结果是待机续航比其他游戏本短一些。如果你基本是插电使用，那就影响不大。另外一点是硬盘可能抽奖，有机会抽中金士顿 KLC 固态，日常用没问题，但拷贝大文件或安装程序时可能会降速。R7 7435H 的主频不够高，单核性能弱，导致部分电竞游戏帧数偏低，不适合主玩电竞游戏的朋友。但如果你的预算就不到5000元，那么这一台电脑的缺点也不是不可以克服，毕竟花300就能买条 1T 硬盘加装上去，单根16G 内存跑分不好看没关系，也可以花点钱加装上去。单根16G 内存比2根8G 更便于升级。电脑便宜，同时有短板，但算是在这个价位里面提供一个选择。预算同样有限，如果你想要玩网游帧数高一点的游戏本，那么可以考虑一下 i7 13620H 版的战神 X8。i7 13620H 最高主频有 4.9G， CPU 也在单核接近800分。i7 版处理器的好处是大核心有6个，比4大核更能满足主流游戏的性能需求。笔记本使用双热管、双风扇设计，稍弱于主流游戏本，但单烤 CPU 却有着高达115瓦的性能释放，这个性能其实还可以吧。这套散热的瓶颈是处理器和显卡同时满载时，显卡会降低到100瓦功耗。
幸好显卡只有一点点性能损失。简单来说，日常使用没有问题，玩游戏也完全够用，电竞游戏发挥正常。只有 CPU 和显卡同时满载时才会有点压力，但很少会遇到这种极限场景。毕竟预算就5000元，能有这个表现算是比较性价比啦。2K 165赫兹，平均亮度380尼特的高色域屏幕也还行。战神 S8 的缺点是不能自定义调整风扇转速曲线，扬声器音量偏小。不过补贴后4500元左右可以买到手，适合预算比较有限的游戏玩家。如果你经常玩网游，那么也可以考虑降价到5000多的《暗影精灵乐享版》。《暗影精灵乐享版》搭载i7 14650HX 处理器，单核性能比较强，也有这个价位常见的 RTX 4060，是入门价位玩游戏经典的高分组合。一线大厂，2线的价格，另外还有 2K 240赫兹这块不差的屏幕，硬件规格在同价位一线出品的游戏本里面还可以。《暗影精灵乐享版》只有3个出风口，而不是常规游戏本的4个，性能释放中规中矩，双烤略低于160瓦。显卡这边不像其他笔记本那样稍微超一点频率，所以 3D Mark 跑分略低于主流水平。不过玩游戏感知不明显。暗影精灵乐享版还有一些阉割的地方，比如采用16:9的屏幕比例，下边框较宽，全塑料机身等。说了那么多缺点，但暗影精灵乐享版还是适合心里更倾向于选择一线品牌但预算有限的用户。天选6 Pro 锐龙版用上了最新的 R98940HX 处理器和 RTX 5070显卡，但比较尴尬的是 R98940HX 并没有比上代 R97940HX 提升多少，更像是马甲 U， 而 RTX 5070对比上代4070的进步也很有限，所以新款电脑除了价格之外，体验提升并不大。那么思姐就更推荐旧款的天选5 Pro 锐龙版啦。天选5 Pro 的屏幕比天选标准版好很多，搭载了 2.5K 分辨率，16:10的高刷屏，屏幕更细腻，亮度更高。性能方面 ，AMD R97940HX 处理器依然老当益壮，16个大核心，32线程十分给力，用来玩游戏也是没问题的。这台笔记本还有机身重量轻，搭载90瓦时大电池的优点，补贴后只要6600多，价格不错。笔记本的缺点是无线网卡和硬盘玩叠叠乐，发热更容易导致网速波动和降低硬盘寿命。如果你的动手能力强的话，也是能解决的。另外，屏幕色准表现一般。如果你需要一台既能游戏又能做渲染计算的高性能笔记本，那么天选5 Pro 锐龙版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选择。而新出的天选6 Pro 虽然提升不算大，但好在定价比较克制，在一线品牌中也算是比较优惠的。改进的地方是 8940HX 待机功耗会低一点。如果你的预算充足，也可以考虑天选6 Pro。8000元价位，思姐还推荐一台比较有特色的笔记本，那就是主打轻薄便携的全能本天选 Air。华硕天选 Air 的机身重量只有1.42千克，甚至比同尺寸的轻薄本还要轻。别看它重量轻，实际性能表现还不错。天选 Air 内置了 RTX 4060显卡，双烤时整机性能释放有109瓦，其中显卡有80瓦。虽然比常规游戏本要逊色一筹，但远高于14寸的轻薄本。性能方面，这块低功耗标定的显卡性能损失并不大，而 R78845H 在低功耗场景里的性能也不错，所以笔记本也能玩市面上主流的游戏，兼顾画质和游戏帧数，略低于常规游戏本，但远高于核显全能本。所以这是一台既有轻薄本的便携能力，又能满足游戏需求的跨界笔记本。如它刚好符合你的特殊需求，那么它就是为数不多的选择。笔记本的短板是只有16G 板在内存，不可加装升级。玩游戏是够用的，但如果你的工作要用到更多内存，那么这台电脑就不太合适。如果你需要一台便携性能拉满的轻薄游戏本，而且也比较舍得花钱，那么华硕天选 Air 非常适合你。不得不提的是，苹果阵营的入门款 MacBook Air 还是有一点特色的，它能给到做工精致的机身、效果优秀的屏幕和扬声器、性能和能效几乎完美的M4处理器以及无风扇、无噪音的体验。
在 Windows 阵营同价位的轻薄本里也算是少有的对手。这一代 MacBook Air 的内存最低配翻倍提升到16G， 可以应付更繁重的任务，原价7999，补贴后6399，价格还可以。M4 比 M3 多了2颗1核，除了多核性能获得提升之外，系统可以更多的时候使用1核而不是 P 核，电脑的续航也变得好了一些。而 MacBook Air 的缺点也十分明显，那就是入门版只有256GB 的硬盘空间，容量比较局限，只适合轻度的工作。升级硬盘和内存容量的费用高昂，会让笔记本变得毫无性价比。另外，屏幕的显示素质很好，但刷新率只有60赫兹。虽然大部分时间影响不大，但4000块钱的笔记本都普及高刷了，8000元的苹果笔记本还没有高刷，刀法也挺重的。macOS 和 Windows 并不一样，可能没有你需要用到的软件或游戏。有软件能运行，不代表能爽玩或者能安装你要用到的必备插件，所以购买之前得要考虑清楚。如果你能拿到补贴，本身也是苹果阵营的用户，那么6000多的 MacBook Air 也是升级换代的好选择。来到7000元以上的价位，笔记本就比较全面了。轻薄本这边，思姐推荐的是 ThinkBook 16加。ThinkBook 16加是一台大屏轻薄本，它的优点是拥有16英寸的高分辨率大屏幕，配备数字小键盘和全高方向键，可能满足某些朋友的特别需求。这台笔记本的接口非常多，有3个 USB-A 口、2个 USB-C 口，还有 SD 卡槽和网线接口，完全可以当成小台式机使用。内部可以加装一块硬盘，适合对接口扩展有很高要求的朋友。另外还有指纹电源键和红外人脸解锁功能，基本是要啥有啥。缺点是机身重量来到1.9千克，属于光有轻薄本的外观，但实际却不便携的笔记本，适合放在工位上长期驻扎，偶尔搬动一下的场景。性能方面倒不用担心，机身重量摆在这，烤机居然有80瓦左右的性能释放。因为散热配置比较好，如果只是低负载的日常办公 ，ThinkBook 16加噪音和机身温度表现也不错。笔记本的缺点是续航表现比较一般，外出办公最好在电源适配器，使用可插拔的 DDR5 内存带宽比板载内存低一些，对游戏帧数有轻微影响。综合下来 ，ThinkBook 16加是一台偏高端的全能本，拥有齐全的接口和大面积的屏幕，用来办公或创作正好合适。价格方面稍微有点贵，希望628的时候能更便宜一些吧。万元价位这边，思姐推荐机械革命极光 X Pro， 它使用了全新的散热模具，主打的是轻薄，有点对标 Y9000K 的意思，但售价只在10000元以下。笔记本搭载了 RTX 5070 钛显卡，有12G 显存，性能接近上代4080，玩游戏可以开高一点的特效，这也是50系提升比较大、比较值得入手的显卡。屏幕这边，极光 X Pro 使用了刷新率高达300赫兹的屏幕，玩电竞游戏体验极佳。性能这边，笔记本电脑虽然设计比较薄，但性能释放还可以。双烤有65瓦加140瓦的功率，单烤时 CPU 有150瓦。笔记本的短板是使用了 QLC 固态，另外 AS201 网卡也稍微不够高端。总的来说，机械革命极光 X Pro 是一台实力比较均衡的电脑。如果你喜欢玩网游，也杂食其他游戏，那么这台电脑是不错的选择。桌面端处理器这边 ，AMD 的 X3D 处理器因为拥有更大的3D 缓存，在网游里能够让显卡充分发挥性能，游戏帧数特别是1%的 Low 帧表现优秀，成为了很多电竞游戏爱好者的首选 U。那么笔记本端有没有用上搭载3D 缓存的处理器呢？那就不妨看看 ROG 的魔霸9。ROG 魔霸9搭载9955 HX 3D 处理器和5070钛显卡，这款处理器的优势是满血发挥显卡的性能，不让显卡摸鱼。在大多数网游游戏里的游戏帧数表现出色，在传统比较吃显卡性能的游戏中也不落下风。加上本身有16个大核心，性能非常强悍。这代 Zen 5处理器使用了4纳米台积电工艺，待机功耗大幅下降，提升了游戏本的续航表现。新款处理器的积热问题虽然有所缓解，但高负载下温度还是有点高。不过反正游戏的时候帧数高，那就别太在意。真发现撞墙
忙了，再垫高电脑吧。其他方面 ，ROG 魔霸9的键盘、信仰之眼以及前唇都支持 RGB 光效，外观还是能给到游戏的氛围感。机身内部也用上代的散热模具，游戏噪音中规中矩。1万多的电脑内存仅为单根16G， 建议电脑到手之后自己再加装一根，有点不够厚道。笔记本支持加装一条固态，是一台体验不错、满足喜欢打网游电竞的朋友。价格稍微有点贵，如果是杂食或喜欢玩传统3A 游戏，那更建议看看同价位显卡更强的电脑。好了，以上就是思姐本期推荐的笔记本电脑啦，请各位朋友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如果有好的推荐，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分享一下。今年各家厂商已经是越来越适应国补的节奏了，原价不是很美丽，国补后的价格才行。思姐建议下单的时候确定是拿到国补价，否则就没什么性价比了。选电脑不需要买太贵，合适够用就好。太极致的电脑往往性价比不高，留点预算给外接的键盘、鼠标、屏幕、音响等，或许能获得更好的综合体验。好喽，本期618笔记本电脑推荐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在评论和弹幕区留言讨论。卑微思姐在线求点赞、求关注、求转发，谢谢各位绅士能够看到最后，我们下期再见，拜拜。